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范沼一茂先生所著的《倍速老化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体内静悄悄进行的倍速老化是什么？第二，免疫系统由攻击角色和控制角色组成。第三，立即阻止倍速老化的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体内静悄悄进行的倍速老化是什么？当我们提到衰老时，大多数人会自然地联想到外表上的变化，比如皱纹、白发、皮肤的松弛、体力的下降。但实际上，真正可怕的老化，往往不是外表的变化，而是那种在体内静悄悄进行，却无法用肉眼察觉的老化。有时，它甚至会毫无预兆地袭来。明明是个在40多岁时仍精力充沛、喜欢登山的人，某天却突然在山顶倒下；又或是一个50多岁仍在职场一线奋战、看似健康的人，突然被诊断出癌症，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。在作者的身边，这样的案例开始越来越多。这些人平日看上去神采奕奕，身体结实，精神旺盛，但他们的身体内部，血管、心脏、肝脏、肾脏，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化、退化。这就是作者所称的倍速老化，一种肉眼看不见，却在体内急速蔓延的老化现象。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像被按下快进键一样迅速老化的呢？表面上看，可能是压力、饮食、睡眠不足等生活习惯，但从根本上说，真正的原因在于免疫系统的异常。免疫系统的真正使命是维持身体年轻化循环。在正常状态下，免疫系统并不仅仅是防御外敌的士兵，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任务，维持身体内部的年轻化循环机制。这个机制主要包含3个重要步骤：一、破坏老化的细胞。当细胞寿命走到尽头时，免疫细胞会识别并清除它们，防止这些老旧零件阻碍身体运作。2、清理被破坏的细胞残骸。免疫系统像清洁工一样，将这些碎片彻底清除，并将其中可再利用的部分当作新材料。3、在空位上生成新的细胞，身体借助这些材料和信号，重建新的健康细胞，完成自我更新。这个循环过程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陈代谢。正是它让我们每天都能焕发活力，修复损伤，抵御老化。然而，到了40岁左右，一切开始悄然变化，免疫细胞本身也逐渐老化，反应迟钝，它们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灵敏地分辨敌我，清除老旧细胞的效率也明显下降。当免疫细胞疲惫不堪，老化的齿轮开始失速。与此同时，身体内部需要被清除的对象却越来越多，老化的细胞在堆积，脂肪细胞释放的炎症物质在增加，甚至每天都会有新生的异常细胞等待处理。面对这种接连不断的工作量，免疫系统就像被迫加班的员工，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，开始做出错误的判断。结果，它不再只是攻击外来病原体，而是开始攻击自己的身体组织、肌肉、血管、神经、关节，甚至器官。这种自我攻击的状态，在医学上被称为慢性炎症，而在本书中，作者形象地称其为免疫暴走。当免疫系统陷入暴走，原本维持年轻化的循环机制就会被破坏。免疫细胞忙于战斗，却无暇清除废物、修复损伤或再生新细胞。结果是，老化的细胞堆积越来越多，血管内皮被破坏，循环变差，器官功能下降，新陈代谢停滞。这一切最终导致身体以倍速衰老，皮肤失去光泽，皱纹增多，代谢迟缓，容易疲倦、发胖，伤口不易愈合，免疫力下降，甚至精神状态也开始低落，注意力不集中。而这些仅仅是外在表现，在体内更深处，血管正在硬化，胰岛功能下降，肿瘤细胞乘虚而入。现代医学研究也已证实，动脉硬化、糖尿病、癌症几乎都与免疫暴走密切相关。
甚至连抑郁症、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等脑部疾病，也都被认为与慢性炎症有深刻的联系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感到恐惧，那我们是不是无法逃避这种命运？其实并非如此。作者指出，无论你现在几岁，只要从今天开始调整，都可以为倍速老化踩下刹车。关键在于觉察免疫暴走的迹象，并主动恢复免疫系统的平衡。要让免疫细胞不再陷入无尽的战斗，而是重新回到修复与再生的角色。这需要我们改变饮食习惯，改善睡眠，调节压力，维持肠道健康，让身体的内在环境重新回归自然与协调。换句话说，倍速老化并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生活方式的结果。只要理解身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掌握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就能让免疫系统回到正轨，让衰老的脚步慢下来，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健康与时间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免疫系统由攻击角色和控制角色组成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所谓免疫，大概只被理解为攻击外来敌人的力量。确实，当病毒等入侵体内时，提升免疫系统的攻击力非常重要。但在倍速老化的状态下，最关键的其实是免疫的控制力。免疫系统中除了负责摧毁外敌的攻击角色之外，还存在着一个能让这些破坏行为维持在合理范围内的控制角色。事实上，即使是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任务，攻击细菌或病毒，也不能只靠攻击角色来完成。也就是说，免疫反应的流程其实是这样的：攻击细胞先发起猛烈攻击，然后控制细胞出面制止它。看似麻烦的机制，其实是为了安全，因为免疫系统必须时刻对体内外的刺激做出反应，而攻击行动讲究速度，在阻止外敌扩散的同时，往往会显得粗暴。正因如此，免疫系统才需要有一个控制角色来踩刹车，防止攻击过度误伤自身，阻止倍速老化的救世主——调节性 T 细胞。从比例来看，免疫细胞中控制角色只占大约 10%， 而剩下的 90% 都是攻击角色。这是因为在面对外敌时，首先必须以消灭威胁为主，所以免疫系统天生以攻击型为核心结构。然而，正因为控制细胞数量极少，一旦它们功能失常或数量不足，整个身体就会变成没有刹车的汽车，随时可能失控。由此也能明白，这些控制细胞是多么重要的存在。而在这些控制细胞中，扮演核心角色的就是调节性 T 细胞。调节性 T 细胞是在大约30年前被发现的，由现任大阪大学特聘教授坂口智门先生发现。他当时为了研究为什么会出现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，最终找到了这一关键细胞。像类风湿、红斑狼疮等疾病，正是因为攻击细胞误把自己正常的细胞当成敌人而引发的。同样的，花粉症等过敏反应，也是免疫系统对并非敌人的花粉过度反应发动攻击所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困扰无数日本人的花粉症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问题，其实都是因为调节性 T 细胞等控制角色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引起的免疫失衡。而更令人振奋的是，在对抗倍速老化的过程中，调节性 T 细胞被认为是关键的救世主。因为现代科学已经逐渐揭示出可以增加调节性 T 细胞数量、激活其功能的具体方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让身体踩下免疫刹车，减缓甚至逆转倍速老化的线索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立即阻止倍速老化的方法。我将介绍现代人身体中潜伏的免疫暴走，以及如何防止它引发的倍速老化。要抑制免疫暴走，首先必须做到不要让体内的垃圾不断增加。所谓体内垃圾，指的是衰老细胞的残骸、脂肪细胞分泌的废物，以及无法及时排出的代谢产物等。这些垃圾会刺激免疫系统，迫使免疫细胞持续工作，
最终导致免疫疲劳与炎症，也就是免疫暴走。为了减少这些垃圾的产生，作者提出2个最有效的方式：避免过量饮食，控制过度饮酒，因为这2者都会让脂肪细胞膨胀，代谢负担加重，从而大量增加体内废物。当然，除了防止垃圾产生，把已经形成的垃圾排出体外也同样重要。为此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适度运动。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将滞留在体内的废物推送到垃圾处理站、淋巴系统，加快排毒和代谢。作者特别推荐的运动方式是每天步行约8000步。过于激烈的运动反而会使免疫力下降，但每天走8000步左右，既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，又能显著提升全身血流与代谢效率。如果暂时做不到这个步数，也不要焦虑，关键是要养成经常走动的习惯，积极增加每天血液循环加快的时间，让身体逐渐恢复自然的排毒节奏。事实上，免疫细胞在诞生时，究竟成为攻击型免疫还是调节型免疫、控制免疫，取决于当时的体内环境。在人类的免疫系统设计中，攻击型免疫是必然会被生成的，但调节型免疫却不同，它只有在人类接触自然界中的多样物质时，例如泥土、金属、各种天然食物等，才会被激活或生成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过度杀菌、过度洁净的环境中，或是饮食过于单一、挑食偏食，那么调节型免疫就会越来越少，免疫平衡被打破。作者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：当给婴儿添加辅食时，我们总是从极少量、从未吃过的食材开始尝试，这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过敏，更是为了让婴儿的免疫系统逐渐学习，这种新食物不是敌人，不该被攻击，而是该被温和地接受，纳入体内代谢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婴儿在接触各种新食材的过程中，身体其实在训练控制免疫系统，让他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该攻击，哪些该包容。从免疫发展的角度看，想要培养强大的调节型免疫，关键是要多接触、多样化的摄取自然食物。但同时也要注意，如果某种食物吃了以后出现不适，那意味着身体针对它已经产生了抗体，说明免疫系统把它当成敌人处理，这时就没必要勉强继续吃。在这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中，我们体内会同时生成一类是负责攻击的免疫反应、抗体等，另一类是负责抑制过度攻击的控制免疫反应，而它们在体内的比例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大约是攻击免疫9，控制免疫1。这也说明，培养制动系统远比增强攻击力更重要。只有在控制免疫充分存在的情况下，身体才能避免免疫暴走，从而防止倍速老化。调节免疫、控制免疫能否顺利生成，关键取决于体内环境，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舞台，那就是肠道。事实上，体内约有70%的调节免疫细胞都位于肠道内，而让这些免疫细胞启动生成的开关，正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物质——丁酸。丁酸的作用不仅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，还能强力促进调节免疫系统的主角——调节性 T 细胞的生成。换句话说，丁酸是让免疫系统保持平衡和冷静的关键物质。谁能制造丁酸？丁酸菌。唯一能在体内制造丁酸的，就是被称为丁酸菌的好菌。这些细菌通过分解食物来生成丁酸。可惜的是，我们无法像摄取乳酸菌那样轻松地从食物中直接补充丁酸菌。丁酸菌主要存在于康字日本传统发酵蔬菜、中国的传统发酵美食。然而，这些食品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容易获取，因此要从外部补充丁酸菌并不现实。作者指出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额外补充，而是学会如何好好养育这些有益菌。要让丁酸菌茁壮成长，它们需要食物，
那就是发酵性膳食纤维。丁酸菌的最佳食物，富含发酵性膳食纤维的食材包括豆类、大豆、扁豆等；海藻类、昆布、裙带菜等；菌菇类、香菇、五茸等；糙米。经常摄取这些食物，可以有效促进丁酸菌繁殖，帮助维持免疫系统平衡，从而延缓老化、预防疾病。现代医学的进步确实让我们的平均寿命大幅延长，但与此同时，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却在亲手缩短自己的健康寿命，引发免疫暴走，加速身体老化。要阻止这种倍速老化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抑制免疫暴走，防止免疫系统崩溃，减少体内垃圾，营造有利于免疫细胞发挥的环境。只要我们学会与免疫系统和谐共生，善待这些守护我们的体内伙伴，就能让身心保持健康，迎来更加平稳、年轻、充满活力的每一天。记住，衰老并非不可避免，而是生活方式和体内环境的结果。只要我们开始关注饮食、睡眠、运动和肠道健康，就能让免疫系统回到正轨，踩下衰老的快进键，延缓身体老化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